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李沁恋情疑似坐实，十指紧扣同行超甜蜜。李沁的恋情有了新进展，一张照片在网络上流传，画面里是咖啡店门口的牵手瞬间，拍摄者据说是长期跟拍的站姐。照片的甜度确实有点高，他这次没在戏里演那种清冷角色，直接给观众看了生活里的真实片段。关于男方的信息很少，只知道不在娱乐圈工作，从事金融行业，身高大概1.8米多，穿着打扮挺利落，两个人走路步子几乎一样，这种同步程度95%以上。他们认识的时间不长，默契却像老熟人，整个过程比偶像剧还夸张，大概半年吧，从认识到现在，中间断了联系。后来是男的约她喝了杯咖啡，第二次见面手就牵上了，快得有点不真实。李沁一直给人距离感，结果被一个金融圈的普通人追到了，粉丝们哭得不行。那眼泪和伤心没关系，他们是磕到了。这剧情太上头，比看《庆余年》那会儿还让人停不下来。他以前好像不谈恋爱，或者说狗子从来没拍到过什么。清冷这个人设，他拿捏得很稳。从《红楼梦》里那个薛宝钗开始，再到《楚乔传》，一路演的都是那种让人不敢靠近的角色。时间久了，大家差点忘了，他也是个普通人，也会心动。娱乐圈突然安静了，一只手出现在公众视野里，这只手戴着素圈戒指，他握着另一只手，没有面孔，没有背景，没有多余的装饰，信息却足够完整。艺人们常年活在镜头前，他们的私人空间被压缩到极限。任何亲密关系的公开都伴随着风险，粉丝会解读，媒体会放大，公众会审判。但这次的操作打破了常规，不展示全身，不暴露身份，不制造话题，只留下一个开放的符号。素圈戒指本身就有意思，它不像钻戒那样张扬，更像是一种私密的承诺。这种极简主义反而让人琢磨，娱乐圈最头疼的就是人设崩塌，而这种方式几乎杜绝了这种可能。没有具体的人，哪来的崩塌？这招确实聪明，他把公众的注意力从八卦本身引向了符号解读。人们开始讨论戒指的款式、手的姿势，甚至指甲的形状，反而忽略了背后可能存在的真实故事。这种策略在当下的环境里显得格外有效。过度曝光已经让观众疲惫，一点点的神秘感反而能激发好奇。当然也有人觉得这是在故弄玄虚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他成功了。至少在这一刻，所有人都在谈论这只手，而不是某个具体的明星。风险被降到了最低，话题却达到了顶峰。这大概就是所谓的4两拨千斤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种操作也只能偶尔为之，长期缺乏实质内容，观众迟早会失去兴趣。但作为一次事件营销，它已经完成了任务。娱乐圈的游戏规则正在改变，或许以后我们会看到更多类似的手法。毕竟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，尤其是在这个时代。李沁这事儿有点意思，他没塌房，他换了个房。以前是座冰山，现在冰山底下有火山。粉丝没慌，他们跑去男方公司楼下转悠，那场面，民政局该搬过去了，婚礼也该提上日程。李沁谈恋爱这事，居然有人觉得是他糊了才有的闲情逸致，这种说法实在没什么道理。一个演员红不红看的是实打实的东西。他最近那部电影《追风者》票房过了10亿，
这个数字放在当下市场里算很能打了。她在里面演的沈婧真被不少人说是职场女性该有的样子，各种数据榜单上她的名字总在前5名晃悠，资源也没断过，番位一直很稳。这些都不是一个糊了的演员能维持的状态。说这话的人可能对红有什么误解，或者说他们对演员这个职业的理解还停留在很表面的层面。一个演员有作品、有票房、有口碑，然后抽空谈个恋爱，这怎么就成糊了的证据了？逻辑上说不通。我倒觉得这反而说明他生活工作分得开，没必要把什么都混在一起讨论。评判标准应该更直接一点，看电影票房，看角色反响，看行业认可，这些硬指标李沁都拿得出手。至于私生活，那是另一回事，硬要扯在一起说，反而显得刻意。演员也是人，谈恋爱再正常不过，用这个来判断事业状况实在有点外行。李沁现在的状态更像是一种平衡，工作和生活都在自己的节奏里，这其实挺难得的，比那些整天挂在热搜上但拿不出作品的所谓红人强多了。红不红自己最清楚，外人说的都不算数。代言这件事在他手上变得很平常，你几乎数不清他手里有多少个商务合作，带货数据放在那里根本不需要多解释。有人觉得他不够红，这种判断有点表面了。真正的演员不需要整天挂在热搜上，他走的是另一条路。综艺节目里很少看到他的脸，剧组片场才是他经常待的地方。别人忙着组 CP 炒话题的时候，他在琢磨下一个镜头怎么演更好。白鹿原里那个角色让人记住了，狼殿下和梦华录也接得住。收视率这东西他好像从来不太担心，用角色说话比什么都强。现在这个圈子能安静拍戏的人不多了，他算一个。剧火了，他没想着要站到最亮的地方去，剧要是没声响，他也懒得找理由。这种演员现在确实不多见了，但有意思的是，他越往后退，看戏的人反而越惦记。好演员似乎就得过得苦一点，最好是一个人过完这辈子。谈个恋爱，有人就觉得不对劲，真要结了婚，差不多等于告别这个圈子。秦岚40岁才公开恋情，刘诗诗也是生完孩子才晒娃，他们的日子照样过得挺好。李沁怎么就不能谈恋爱了？他又不是什么设定好的程序，人总得有自己的生活，谈恋爱和工作根本不冲突。新剧《传家》下个月开机，他演个民国时期的女老板。预告片放出来那天，网上全是夸的，还有2个综艺节目在接触。其实吧，演员也是普通人，镜头之外总得喘口气。那些盯着别人私生活的，倒不如看看作品。传家的造型确实厉害，旗袍穿在他身上，像是从老照片里走出来的。现在拍戏周期都挺紧的，亚综艺反而能保持曝光。这个行业就是这样，既要又要，但观众其实没那么苛刻，至少现在是这样。一档夫妻观察类节目找上了他，别想歪了，他不是去展示婚姻生活的。节目组需要一个清醒独立女性形象坐在观察席，第一个蹦出来的名字就是他，这是有点黑色幽默。他越是不把私生活摊开给人看，越是被推上那个位置。这些年的他活得像个标准答案，拍戏挑本子挑得严丝合缝，公众面前的言行也滴水不漏，连黑料都找不出来，这本身就不太对劲。人怎么可能活得那么规整？这次牵手是个转折，他主动把那个完美滤镜敲碎了。瓷娃娃当久了会累，现在他想做个会赖床的女人。圈里熟悉他的人提过，
说他私下有另一面。拍《海上牧云记》那会儿，半夜拉着剧组的人喝啤酒，能聊到后半夜。在《庆余年》片场也这样，突然就学起范闲跳舞。张若昀当时笑得没法拍戏，他不是冷漠，只是需要时间预热。一旦熟悉起来，整个人就切换成段子手模式。摄像机却总是错过这个频道，大众记忆里只剩下他的侧影，那些旗袍，还有生人勿近的气场。现在好了，手这么一牵，原先的人设算是裂了条缝。光透进来的那一刻，事情就变了。粉丝已经在脑子里办完了整场婚礼，媒体翻箱倒柜，试图从男方过往的每一粒灰尘里找出点故事。品牌方那边倒是安静，他们只是看着后台数据，香水销量数字跳得有点离谱，涨了300倍，这个数字本身比任何广告文案都直接。爱情确实是个厉害的推销员，不过也有人睡不着觉，他们怕他一脑袋扎进去，怕他突然就从屏幕上消失。这种担心很具体，具体到仿佛已经看到了退圈的声明。李沁从来就不是什么小白花，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才是他的起点。14岁那年，他就进了昆曲表演班，练功房的把杆见证过他膝盖上的淤青，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韧劲遍布了人。他演过的角色大多自带锋芒，比如那个在战火里开酒馆的老板娘，还有把家族企业扛在肩上的女商人。这些人物有个共同点，他们的世界里男人从来不是救命稻草。现实中的李沁更不可能突然变成藤蔓。有人说他退圈了，这话说的不太准确，他只是换了个副本继续刷经验值。至于那位被拍到的男士，背景比狗子写的通稿复杂得多。他名下有3家科技公司，最近刚投了个生物医药项目。这种组合导让人想起他去年拍的那部职场剧，剧中人设和现实莫名产生了互文，但具体细节我们这种外人永远摸不透，只能从公开资料里拼凑碎片。比如他工作室微博还在正常更新工作行程，上个月刚官宣了新的时尚代言，这些迹象都指向同一个结论：所谓退圈论根本站不住脚。倒是那个男人的投资版图值得玩味，他最近频繁出现在文创基金的路演现场，这或许能解释某些巧合，但过度解读也没必要，毕竟成年人的世界从来不是非黑即白。李沁的昆曲功底给了他独特的肢体语言，水袖翻飞和职场搏杀看似2个极端，其实都需要对节奏的精准把控。他早年接受采访时说过句很有意思的话，说学戏最难的是收放之间的分寸感。现在回头看，这句话几乎预言了他后来的职业轨迹。至于感情生活，那本来就是艺人的隐私盲区，狗子拍到的画面永远只是冰山一角，我们这些看客连冰山的轮廓都看不清，又何必假装能洞察海底的真相？金融圈的压力是个无底洞，能让身处其中的他感到片刻松弛，这本身就传递出某种信号。那种刻意保持距离的姿态，反而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界限。牵手被拍到成了某种默认，这种男人确实不太常见。内娱的男明星们，多数时间还在忙着打理形象，他们的每一步都经过精密计算。眼前这位倒是显得不太一样，他最近肩上的担子不轻，《庆余年3》的拍摄计划已经启动，林婉儿这个角色的分量会加重不少，观众对这部剧的期待几乎要溢出来。他需要在柔软和强硬之间找到一个支点，这种平衡是他人生的缩影。表面温和，骨子里却带着倔强。他演绎虚构的情节，也在呈现真实的自己。说到底，人们关注明星的感情生活，
并非想要干涉什么。李沁的幸福是件值得关注的事，尤其是她这种公认的好女孩，她配得上踏实的爱。完美从来不是必需品，真实反而更珍贵。她现在敢把真实的样子摊开给人看了，我们除了祝福还能说什么？微博上静悄悄的，男方也没露面，整件事像一场没人说话的仪式，没有正式公告。这件事不需要任何声明来确认，李沁的状态说明了一切，那种藏不住的松弛感遍布了人。这次和以往那些捕风捉影的传闻不太一样，旁观者都能感受到某种确定的东西。社交媒体上已经有人在催流程了，从恋爱直接跳到婚礼直播的讨论，这种跳跃倒是很符合当代网友的节奏。我不打算说那些祝福的套话，但红包确实该准备了。现在的问题是公开与否，保持现状或许更聪明，让关系远离舆论的放大镜。有些甜蜜本来就不需要展示给所有人看。